此刻，我站在2025的尾巴上，窗外是万家灯火，手里是这一年的日历。说实话，哪怕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悲观主义者，恐怕也不敢想象我们这一年经历的一切。大家还记得2025年年初的那种窒息感吗？那时候西方媒体的头版头条还是中国经济见顶论，华尔街还在疯狂做空东方，大洋彼岸的制裁令像雪片一样飞来，甚至有人断言2025将是东方巨人的倒下之年。但是今天，请大家挺直了腰杆，看看这世界的模样。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制裁令，现在有很多已经被迫收回。那些做空的华尔街资本正在跑步布局大 A。那些曾经耀武扬威的航母战斗群，现在只能在我们的射程之外徘徊。这一年我们没有倒下，这一年我们甚至没有弯腰，挺着身子就走出了一条通天大道。如果要给2025年写一个注脚，只有那一句话：中国当今世界输。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带大家把这惊心动魄的365天重新走一遍。首先，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初春。那时候，硅谷的 AI 巨头们还在开香槟，一边庆祝下一次科技革命，一边嘲笑中国的算力被锁死时，在杭州的一个写字楼里开始了2025的故事。1月，一家叫 DeepSeek 的中国公司扔出了一颗名为 DeepSeek V3 的核弹，直接把华尔街给炸懵了。也让全球市场看清了硅谷烧钱神话的荒诞。要知道，在此之前，硅谷习惯性用故事搞收割，说什么 AI 是富人的游戏，比如 OpenAI 训练个 GPT-4，动不动就说要烧掉几亿美元，还得用上万张被美国政府严防死守的高端显卡。这就像是在说，你们穷人就别玩 AI 了，这门槛你们迈不过去。结果呢？DeepSeek V3 模型横空出世，性能直追 OpenAI 的 GPT-4， 甚至在数学和推理测试中表现更优秀。至于训练成本，还不到560万美元。这笔账一算出来，华尔街那帮精英的脸都绿了。如果顶级的 AI 模型只需要几百万美元就能造出来，那美国科技巨头们这几年烧的几千亿美元算什么？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算力护城河，难道就是一堆泡沫？市场是最诚实的。消息一出的当天，美国科技股遭遇了史诗级的万亿大屠杀。那个靠卖铲子发大财的英伟达，一天之内市值就蒸发了近6000亿美元。为什么？因为 DeepSeek 用了一种叫混合专家模型的技术，加上绕过英伟达 CUDA 生态的 PTX 底层优化，告诉全世界，只要技术够硬，不用最贵的显卡，也能造出最好的模型。这也让全世界看清了一个事实：美国所谓的小院高墙封锁，在真正的技术创新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2月，就在硅谷哀鸿遍野的时候，华盛顿也迎来了一场大变革。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立刻兑现了他的承诺，把那把大电锯交到了埃隆·马斯克手里。那个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可不是什么请客吃饭的地方，他是来得罪人的。马斯克那是干什么出身的？那是解雇推特80%的员工，还让推特照常运转的狠人。他进了华盛顿，直接就把联邦政府当成了当年的推特。短短1个月，联邦政府的雇员就被砍掉了9%。这是什么概念？这是自2战复原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大裁员。无数在华盛顿混吃等死几十年的官僚，一夜之间饭碗被砸，哭爹喊娘。更可怕的是，这个政府效率部不仅仅是在裁员，他还在夺权。这个非选举产生的机构竟然获得了对联邦政府核心数据的广泛访问权，甚至接管了部分机构的 IT 系统。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行政中枢正在变成一家马斯克控股的私人公司。效率是高了，但那个所谓的民主制衡，在马斯克的效率大棒下已经被砸得粉碎。3月，俄乌冲突已经变成了一场毫无美感的消耗战。俄军在库尔斯克和顿巴斯稳步推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对资金与人力的持续投入。泽连斯基还在满世界求援，但华盛顿的空气已经变了。特朗普上台后，对乌克兰的态度就是一个字：厌烦。美国国内关于断供的声音越来越大。参议院里，共和党的大佬们拿着计算器在算账，我们投了那么多钱，换来了什么？只换来了俄罗斯军队每天几百米的推进速度。这时候的乌克兰就像一个在赌场输红了眼的赌徒，筹码快没了，庄家却已经在看表，准备打烊了。泽连斯基可能没意识到，他已经不知不觉中沦为了美国的弃子。4月，特朗普给了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喜，他把4月2日这一天命名为解放日。解放谁？解放美国。从谁手里解放？从盟友手里。
这天，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理由是贸易逆差太大，必须止血。而他的药方简单粗暴，10%的全球普适性基准关税。注意，是全球，管你是中国的、欧洲的还是日韩的，只要往美国卖东西，通通留下买路财。这一下，欧洲和日韩彻底慌了。他们原本以为拜登走了，换个强人上来能保护他们，结果发现这个强人第一刀就砍向了自己。怎么办？只能跪。欧盟为了保住汽车关税的豁免，含泪承诺购买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主要是那个贵得要死的液化天然气。日本和韩国更惨，不仅要开放市场，还要带着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去美国建厂，帮美国复兴制造业，这哪里是盟友？这分明就是地主家的长工。美国不仅要吃你的肉，还要把你的造血骨髓都抽走，这就是美国优先的真相。为了美国再次伟大，盟友必须再次贫穷。哦，对了，4月末，梵蒂冈有个叫方济各的教皇去世了。5月，世界的热点突然转移到了南亚次大陆，起因是发生在克什米尔的一次恐怖袭击，至少26名游客死亡。对此，印度这边怒不可遏，立马把矛头指向巴基斯坦，并发动了代号辛杜尔的空袭。战斗机越过边境线，对着巴基斯坦境内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9处目标就是一顿狂轰滥炸。巴基斯坦也不是吃素的，马上反击。这场冲突虽然只持续了大概100个小时，但却是2个核大国之间真刀真枪的空中对决。此战中，巴基斯坦使用的中国制造的歼10C 大放异彩，凭借更先进的作战策略，成功击落印度数架阵风战机，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军备热烈讨论。而就在南亚打得火热的时候，经过秘密的选举，一位来自美国芝加哥的枢机主教罗伯特·普雷沃斯特当选为新教皇，名号利奥14世。这是历史上第1位美国籍教皇。这事儿意味深长啊！美国不仅要掌控世俗的权利，连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现在也是拿美国护照的了。虽然普雷沃斯特长期在拉美传教，但这依然被视为美国软实力的一次登顶。6月，在6月4日那天，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被正式确定为第21届总统当选人。在中东，以色列和伊朗终于不再遮遮掩掩地打代理人战争了，直接上手互殴。6月13日，以色列发动代号崛起雄狮的军事行动，出动200多架先进战机对伊朗进行了毁灭性的空袭。伊朗反手就是真实承诺3行动，500多枚弹道导弹砸向以色列。终于在6月22日，美国也亲自下场了。美国的 B-2 隐形轰炸机挂着重型钻地弹，执行了代号午夜之锤的任务，直接把伊朗的福尔多和纳坦兹核设施给炸了。特朗普还在推特上高呼完全摧毁，但这真的是胜利吗？不，这一炸彻底炸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伊朗的核设施是被物理破坏了，但这也就意味着伊朗从此再也没有了任何核不扩散的顾虑。在这个丛林世界里，当你被逼到墙角，除了造出真正的核弹，你别无选择。上半年就这样在这一片硝烟中结束了。美国似乎赢麻了，收割了盟友，打压了对手。但别急，下半年的反噬才刚刚开始。7月，泰国和柬埔寨为了那一座古老的百威夏寺和周边的几块地又打起来了。这事儿说起来也是百年烂账，都是当年法国殖民者乱画地图留下的祸根。但为什么在7月爆发？因为民族主义这东西是政客们最好的挡箭牌。当国内经济不行的时候，把矛盾引向边境，那是百试百灵的招数。于是 F-16战机霸气升空，火箭炮互射，无辜的老百姓们因此流离失所。8月，美国先是把远征打击群开进了加勒比海，再后来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带头 1.5 万大军压境，把委内瑞拉围得水泄不通。美国的理由很高大上，说什么是在打击毒品。可你见过用航母去抓毒贩的吗？这简直是用大炮打蚊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毒品是幌子，石油才是里子。委内瑞拉下面埋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而马杜罗政府却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这无疑是触了美国的逆鳞。同时，美国想用枪炮逼着委内瑞拉交出石油的控制权，顺便杀鸡儆猴，给整个拉美看，谁敢去美元化，谁就是这个下场。但这一次，美国失算了。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直接跳反，切断了和美国的情报合作，痛斥这是非法杀戮。连美国最铁的跟班英国和加拿大都悄悄撤了，生怕沾上战争罪的边。美国这艘航母虽然威风凛凛，但在加勒比海，它在道义上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9月3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成了全世界卫星镜头追逐的焦点。
一句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让西方智库的军控专家们纷纷猜测，这到底是新一代洲际导弹，还是全新的投送平台？于是，他们熬夜拆照片、算参数，一份份高度关注的内部报告接连往外送。93阅兵那天，很多人只看到了天上的军机、地上的钢铁洪流，但真正该看清的是另一层意思。东亚这块地方，从这一刻起，已经不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动手试错的实验场。另一边，一件让华盛顿脸疼的事发生了。他最核心的小圈子五眼联盟里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竟然集体跳反了。这3个国家几乎同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要知道，仅仅几天前，美国还在安理会为了保以色列，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否决权。小弟们为什么这时候跳反？因为他们看明白了，跟着美国一条道走到黑，只会让自己在国际上成为过街老鼠。加沙的惨状已经让全球民意沸腾，再不切割，自己的选票都保不住。而在叙利亚，那个曾经被美国悬赏1000万通缉的恐怖分子朱拉尼，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总统府的新主人，还大摇大摆地去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这简直是现实版的招安大戏。朱拉尼看准了美国想搞乱俄罗斯中东战略的心，于是纳了投名状，跟泽连斯基握手言和。紧接着，美国这边就立马把恐怖分子的帽子给他摘了。你看，在利益面前，什么正义，什么反恐，都是可以谈的生意。10月，在我国欢度国庆的第一天，美国政府关门了，而这次关门直到11月才结束。10月9日，我国商务部联合多部门发布一系列针对稀土出口管制的公告。这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打在了西方军工和高科技产业的7寸上。你美国不是要搞军备竞赛吗？行啊，先看看你的雷达和导弹能不能造出来再说。我不跟你吵架，我只控制你的命门。这一招直接把特朗普搞破防了，在社交媒体上大发长文，又愤怒又无奈。10月11日，巴基斯坦轰炸老搭档塔利班，随后双方在边境爆发激烈交火。10月13日，加沙终于隐约迎来了和平的曙光。10月21日，日本迎来第一任女首相高市早苗。11月，这位誓要比肩英国铁娘子的女首相，似乎是为了回应其背后的极右翼支持者们，在11月7日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当被问及台海局势时，堂而皇之地说出了一句触碰我国红线的错误言论，从官方到民间引发了一整串连锁反应，中日关系再次降到冰点。另一边，俄乌战争的大结局终于露出了端倪，但这个结局跟乌克兰人想要的胜利没有半毛钱关系。特朗普的特使和普京的亲信搞出了一个28点和平计划，里面的条款对乌克兰人极为不利，割地裁军，永不入北约。泽连斯基当然不干，于是，在11月的日内瓦，这份方案被精简成了19点。那些最难看的条款，比如割地，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放进了括号里了，留着以后再细谈。这才是外交最虚伪的地方。括号里的东西就是大国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面子给你留着，但里子你得吐出来。乌克兰这个悲情的棋子，终于在被利用完最后一点价值后，被美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也只有欧洲在后面继续强撑着了。12月3日到5日，马克龙访华。12月4日，美国发布202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布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儿不再管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西半球，将自家后花园打理好，重新练好制造业的内功。12月6日，日本指责中国舰载机在宫古海峡上空2次用火控雷达照射自家 F-15战机，美国立刻跳出来背书。12月7日，简泰新一轮冲突再次爆发，次日冲突彻底升级失控，泰国凭借着强劲的军力占尽优势，马来西亚、中国、美国轮番出面调停，但都无济于事。12月18日，日本官邸核心幕僚放话说，面对如今的安全环境，日本是时候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了。很快，朝鲜官媒也高调公布，金正恩视察了一艘排水量8700吨的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建造现场。照片里那条船的体量已经可以和部分美军攻击核潜艇掰手腕了。2025年走完了，这一年我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旧秩序的崩塌。那个2战后建立起来的表面上讲规则、讲道德的国际体系已经彻底烂透了。美国用行动告诉全世界，规则是我定的，我想守就守，不想守就撕。对盟友，他是吸血鬼，用盟友的血来滋养自己的霸权；对敌人，他是强盗，明抢豪夺，毫无底线。讲到这儿，问题就来了，明年会怎么样？简单说，对2026年微笑我有3大判断：第一，利字当头，
尤其对于西方而言，未来的国与国之间大概会偏向于直白的利益交换，谁能带来利益，谁就是朋友，谁挡了财路，谁就是敌人。第二，资源为王，硬碰硬。不管是石油、稀土还是水和粮食，掌握了这些实体资源的国家，腰杆子会越来越硬。那些玩金融空转、搞虚拟经济的国家，会发现自己的钱买不到东西了，最终还得指望制造业回流。第三，阵营撕裂，各自为战。未来的世界是块状的，美国带着少数有价值的盟友搞小圈子，中国带着全球南方搞一带一路大串联。中间地带的国家会像墙头草一样在两边疯狂摇摆，试图两头通吃。现在我们把2025年的这些国际化碎片串联起来，再单独看看中国的态势。DeepSeek 横空出世，它不是一声惊雷，它是一场海啸。当 DeepSeek 以1/10的成本创造出追平 GPT-4o 的成就时，整个西方科技圈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DeepSeek 牛在哪儿？不是因为它跑分高，而是它不讲武德。因为在 OpenAI 还需要无数张 H100显卡堆算力的时候， DeepSeek 的中国团队用一种全新的架构，在受限制的国内算力集群上跑出了媲美 OpenAI 的效果。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算力壁垒被我们用算法给降维打击了。而且中国人还把 DeepSeek 给开源了，全世界谁都可以用，无论是非洲的小学生还是南美的老师，都可以使用 AI 来获取知识。西方没办法再用 AI 来割韭菜了。几千年前，中国向世界传播4大发明，极大拉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而2025 DeepSeek 用开源告诉世界，智慧是不可能被封锁的。紧接着是初夏贸易战的硝烟味最浓的时候，美国想干什么？最简单，通过极高的关税摧毁中国的制造业，把我们的产能都憋在家里，最后憋炸。但他们千算万算算漏了一件事儿，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中国出台了战略性稀土及稀有金属出口管制令，这一招精准地打在了西方高端制造业的7寸上。别看他们平时喊得凶，真到了那一刻现原形了。没有了中国的高纯度稀土，德克萨斯的 F-35生产线因为缺雷达涂层而停工。加利福尼亚的精密芯片厂因为缺价何者，良品率直接腰斩。欧洲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厂更是陷入了5米下锅的绝望。外媒疯了，他们指责我们破坏市场规则，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们切断芯片供应的时候讲规则了吗？你们无理扣押我们企业高管的时候讲规则了吗？寇可往，我亦可往。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的大脑，更是世界工业的骨骼。想要把中国剔除出产业链，好啊，那你们就准备好去过没有雷达、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电动车的原始生活吧。最后，美国人只能老老实实地低下了他们傲慢的头，乖乖坐到了谈判桌前。经过李成钢和贝森特唇枪舌剑的博弈，美国最终同意对中国商品24%对等关税将继续暂停1年，还取消了诸多制裁措施，连 H200芯片都同意卖了。我们没有退让半步，我们守住了底线，更赢得了尊重，更吃到了胜利带来的红利。2025年前11个月，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了惊人的 1.04万亿美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的国家。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这个丛林世界里，唯有强者才配谈公平。如果说科技和工业是隐形的战场，那么93阅兵那就是明晃晃的亮剑。9月3日，天安门广场的风都带着肃杀与威严。当那整齐划一的方阵像移动的山岳一样走过金水桥前，当激光武器如同刺破苍穹的长剑再一次展露锋芒，当战斗机群像乌云压顶般掠过天空，当解说员自豪地说出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世界看到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看到了令人生畏的战争潜力。但我更关注的是城楼上那几个受到接见的老兵，80年了，当年的那些年轻战士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离休干部甚至已经凋零殆尽。镜头扫过他们满是沟壑的脸庞，扫过他们颤巍巍敬礼的手，你们看到了吗？有一位100岁老兵看着眼前这钢铁洪流，看着这盛世繁华，他浑浊的眼里满是泪水，嘴角却在颤抖着微笑。他仿佛在透过这现代化的军队，看着80年前那些穿着草鞋、拿着大刀冲向敌人的战友们。那一刻，时空仿佛重叠了。班长，你看见了吗？以前我们啥也没有，还得去抢敌人的枪，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
这就是2025年93阅兵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秀肌肉，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告慰。它告诉那些为了这个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先烈们，这盛世如你所愿，2025的山河已无恙。然后当大家还没从阅兵中缓过神的时候，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福建舰正式服役了。当歼35战斗机在航母上弹射起飞的那一刻，我真的被感动坏了。这是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技术。曾经有人嘲笑我们连阻拦索都造不出来，曾经我们在别人的航母面前只能踮起脚尖看。但今天福建舰入列，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迈入了3航母时代，更标志着我们拥有了在远洋与强敌掰手腕的底气。DeepSeek 的智慧打破了认知的枷锁，贸易战的停战粉碎了产业链的围剿，93阅兵的雄壮宣示了我们捍卫和平的信心。福建舰的入列冲破了岛链的封锁。这一年，我们每一天都在突围，每一刻都在战斗。但我们怕了吗？没有。不仅没怕，我们还把这压力炼成了钢，化成了光。如今2025年即将过去，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或许你换了工作，或许你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或许你遇到了爱情，也许你买了新车。我想告诉你的是，谢谢你，因为正是每一个平凡如你我的中国人，在各自岗位上的咬牙坚持，才汇聚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在2025年惊艳世界的底气。福建舰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有我们纳税的贡献，华为、大疆、比亚迪的每一次突围都有我们支持国货的力量，甚至我们在键盘上敲下的每一句中国加油都汇聚成了这个国家向上的洪流。是我们，是每一个普普通通不甘平庸的中国人，在2025年把这个国家扛在了肩上，推向了世界之巅。这个国家的未来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航母是大国重器，更是人间烟火；未来是星辰大海，更是柴米油盐。在这新旧交替的时节，不管你是身在海外的游子，还是稳居国内的牛马，不管你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教书育人的老师，我想请大家为自己鼓掌，请为中国喝彩。看看这万家灯火，看看这大国气象。那些试图阻挡我们的人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我们将继续进击，去征服星辰大海。2025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霸权的虚弱与疯狂，也照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在这个新丛林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清醒。唯有国家强大，唯有手里有粮、有枪、有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在这场风暴中稳坐钓鱼台。2026年的太阳即将升起，但它照耀的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2025当今世界书，2026且看中国再创奇迹。好了，2025年微笑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和订阅。新的一年，让我们继续去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也愿你平安喜乐，万事顺意。